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又见面了，怎么样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HSK 复习的怎么样？我们的课听的怎么样？考试是不是又近了一点儿？好，今天欢迎大家来到 HSK 5级的考前辅导课，我是严老师。我们今天接着看我们的书写第一部分，今天的两个主题是：第一有，第二是，什么意思啊？给你们讲两个句子呗。第一个是有字句，说到有，to have 非常熟悉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开始学汉语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。我们家有一只小狗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有一样的。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，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，到现在为止大家学过的有，它到底可以表示多少意思呢？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告诉你一个地方有什么，我家的旁边有超市，学校里有很多老师，我有很多朋友，这个是告诉你有 to have 一个地方有什么，还有一个人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也可以。那它的句型非常简单，这个地方这个人做主语，然后告诉别人有，后边呢是你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如果你没有，你就直接说一个地方一个人他没有，然后加没有的东西，来做一个。既然句型这么简单，我们就不举例子了，直接做题吧，看看你们掌握的怎么样。一共有4个词，第一个世界上，第二个作品，第三个没有绝对，最后一个完美的。一看到这个大题目有字句，下边肯定就说没有绝对是考点，没有问题，没有绝对是动词，对不对？有是动词，它肯定放在中间。那你来找一找什么是主语，什么是宾语吧。我们第一个有说的是什么？一个地方有什么，一个人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找一找，你是找到了人还是找到了地方呢？找到了地方，哪个地方？世界上，真是说的可真大呀，整个把世界给你们搬过来了。那说世界上有什么呢？又说了，我看到了白勺的，一看到它我就偷笑，找到它我就能至少确定2个词的位置，一个是它，一个是对我们的名词，哪个名词？作品。所以这个句子太简单不过了，对不对？完美的作品，一个小组合，又找到了一个地方，世界上，又找到了一个什么？有，对不对？但在这里它给你的是没有，还加了一个绝对那你的答案是不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作品呢？和老师的答案一样吗？最后记得别忘了写什么？我们的标点符号。好，这个就是有，它第一个用法，告诉你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有什么。那除了这个简单的表达以外，简单的意思以外，有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呢？来看第二个，告诉你有变化了。怎么讲呢？一个人一个主语，有加形容词，我们看到了土也的，是不是？土也的后边是动词。看完句型，看个例子。他的汉语水平有明显的进步。你看到这个句子，你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呀？首先我们说讨论的是他的汉语水平，他汉语水平怎么了？进步了，是不是？了放在后边，如果你说他的汉语水平进步了，是不是告诉你有新情况了？原来是3级，现在是5级，水平进步了，也提高了，是不是？有了一种新的情况了。所以在这个句子当中，有它其实表示的是什么呀？表示的是告诉你有变化了。
有什么变化？有进步了，进步大不大？进步很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人家都直接告诉你了，有明显的进步。2个月前还是3级呢，2个月之后告诉你我又参加考试了，我过了5级的考试，这进步明显吗？当然明显，他的汉语水平有明显的进步。句型其实不难，但是我们的词要用的高级一点，像这种明显啊，大家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哪里？用在你们的写作当中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2个例子。学生的成绩有显著的提高，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学生的成绩有变化，对不对？什么变化？提高了。提高的程度高不高？幅度大不大？非常大，显著的。上一次是60分，这一次考了99分，这叫显著的提高，对吧？明显 obviously， 显著一看就能看得出来，也是非常明显的意思啊。那老师啊就特别希望听了老师的课呀，大家的汉语水平都能够有明显的进步，你们的考试成绩都能够有显著的提高，这样啊老师讲的课才有意义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好，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有的第3个用法吧。有第3个意思还可以告诉你什么？还可以告诉你我估计怎么样，我猜测，我目测，是不是？它怎么用呢？后边呢比较特殊，用到了数字，看到数字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的量词。看一看例子。那把椅子有1米高。那把椅子有1米高。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椅子到底多高啊？准确的数字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猜。我猜呀，那把椅子可能是1米高，所以我告诉你它的高度是1米，我猜的不是准确的，我就用了个有字儿在这个句子里。那把椅子有1米高，但是啊，这个猜测是怎么样？是猜的差不多，可不是说一看那把椅子就是2米，你还跟别人说那把椅子有1米高，那就说明你猜的太不准确了。一般来说呀，用到有就是猜的差不多了。再看第2个，他看起来没有30岁。他看起来，你看了他，你在猜什么？猜他的年龄是不是多大了？你觉得呀，他年龄不大，还不到30岁，所以你说他看起来没有30岁。好，这个呢是有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估计，非常好。来，没有了刚才的 PPT， 告诉我有可以表示几个意思？第一个，一个地方有什么？一个人有什么？最简单的。第2个呢？想一想，第2个是什么？对，有啊，还可以表示估计，对不对？那把椅子有1米高。那第3个呢？有变化，很好。他的汉语水平有明显的提高，这个呀是告诉别人有变化了，非常好。看完了那几个句型，那些例子，我们做一做我们今天的练习题吧。第1个，来中国有3年了。我看到有，想一想，很有可能是那3个用法当中的一个，但是呢，到底是哪一个？你怎么判断啊？再看看别的呗。出现了什么？3年，3年，告诉你具体的时间了，是不是啊？数词、量词都出来了。
那很有可能考你什么呀？我猜测，我估计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？你也说不好啊，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天。哎，那你估计的告诉我，我来中国有3年了，是不是啊？差不多有3年了，可能啊3年多一点儿，也可能3年少一点儿，但是差不多就是刚刚好3年左右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我来中国有3年了。第二个，这个句子放在这儿，都感觉不像是5级的题目，对不对啊？博物馆，北京很多有什么？一个地方有什么？我们找到了北京，北京有什么呀？北京有博物馆，有博物馆多不多？很多。北京有很多博物馆，也欢迎大家来北京多看看，多玩一玩。不仅有很多博物馆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第3个例子，恢复，有明显的，他的健康。看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的图也的。看到图也的，找什么？找动词，找到了吗？第1个恢复，所以你的小组合出来了没有？明显的恢复，对不对？那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呀是他的健康，他的健康怎么样？看起来好多了，是不是？有明显的恢复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变化，对不对？以前生病了，住院了，再去看他的时候，发现好多了，他的健康有明显的恢复。看完了有，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句子，那就是是字句，对不对？今天就2个，一个有，一个是。已经说完了有，来聊一聊是吧？说到是啊，最简单的用法是什么？告诉你 A 是 B， 对不对？ A 和 B 一样， A 就是 B，B 呀也就是 A， 它们2个一模一样，是相等的。来看一看我们的例子，春节是一个传统的节日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春节非常重要，而且呀历史特别长，它是一个传统的节日，不是新的，是旧的，是传统的。说春节它就等于什么呀？就等于一个传统的节日。说到一个传统的节日，你想到了什么呢？想到了春节，想到了元宵节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春节和传统的节日，它其实可以画个等号，说 A 就是 B， 说 B 也可以想到 A。这个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就不多做练习了。再看一看，还能表达什么意思？除了相等还可以说B 呀是 A 的一部分。怎么讲呢？我们班主任是个高个子。我们在这儿 B 是什么？ B 是是后边的和上边一样， B 是是后边的，高个子，对不对？说的是谁？说的是班主任。个子是班主任各个身体的一部分。你可以说班主任是个幽默的人，班主任是个男的，班主任是个高个子，都是在形容你们的班主任，对不对？但是说到高个子，可不只有班主任，对吧？所以呀，个子只是你们班主任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说 B 是 A 的一部分。其实在这里这么告诉大家是有一点复杂了，看句子很容易就理解了，相信你们是也不会用错的。只是到了现在，老师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一开始可能是 A 和 B 一样，也可能说的这个 B 是 A 其中的一小部分，都是可以用是的。那除了这2个简单的用法，还有什么用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用到了一个句型，主语加是为了，再加宾语，说明的是什么呀？说明的是一个原因。来看一看，
工作是为了赚钱，工作的原因是什么？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赚钱呐。如果有钱，真的不想工作呀。所以啊，为了赚钱，是不是啊？为了这个目的，为了这个原因，既是目的又是原因，哎，我呀去工作了。工作呀就是为了赚钱，记住了，是为了这样一个表达就可以了。再看第二个，去北京是为了找工作。都说呀，北京是个大城市，工作的机会非常多。你为什么去北京呢？哎，我和你的理由一样，我去北京啊，也是想找一份工作，所以去北京是为了找工作，找工作是去北京的原因。第三个例子，参加 HSK 考试是为了申请学校。有的同学呀说，经常在问老师什么时候可以拿证书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拿了证书呀，我就可以去申请不同的学校了，我可以去申请中国很多的好的学校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申请学校是你参加考试的原因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可以用是为了来说这样的句子，那就是参加 HSK 考试是为了申请学校。不知道你们听课是为了什么呢？听课是不是为了通过考试啊？所以你们也可以给老师一个句子，哎，参加辅导课是为了通过考试。把它说的复杂点呢，听了课感觉有技巧了，知识都掌握了，考试的时候更轻松了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说，哎，听辅导课是为了轻松的通过考试。好，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怎么把句子说得更长一点，也可以慢慢学着来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用法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主语，哎，加了什么呀？方向词，是不是？方向词之后呢？第二个新用法啊，是加了一个是。又是一，又是量词，又是名词的。哎呀，这个句型啊，乍一看都不知道老师你想说什么。没关系，看例子。好，医院东边是一个幼儿园。这个句子是不是很熟悉呀？这个句子不难吧？意思也非常明白。其实啊，只是把它给你一个小的句型，这样把它分开了。你呀，可能以后可以说长句的时候，每一小块之前之后都可以加内容啊。我们看一看，主语是什么？是医院。医院后边告诉你它的方向，在医院的哪儿呢？医院的东边。东边有什么？东边呀，有一个幼儿园。我们呐，这个是用是字句说的时候，就是表示存在的意思啊。那这个是什么呀？句子就是医院东边是一个幼儿园，告诉你医院的东边啊，就是幼儿园，不是其他的。我们就说是表示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再看一看第二个例子，学校旁边是一家超市。哎，说的主语是什么？学校。学校的哪儿？学校的旁边。旁边啊，存在什么？有什么呢？有一家超市，是不是啊？学校旁边是一家超市。说到这儿，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，说老师，你看你在讲的时候都用到有了，那我这儿用有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医院东边有一个幼儿园，学校旁边有一个超市，那这一样吗？记住了啊，是不一样的。医院东边是一个幼儿园，告诉你特定的、特指的东边就是幼儿园，不是其他的就有幼儿园，对不对？没有其他的。那医院东边有一个幼儿园呢？
把它范围扩大了。东边啊有幼儿园，有超市，有学校，哎，这3个可能都有，但幼儿园呐只是一个，是不是？其中的一个，它不是特指，所以有和是啊还是有区别的。是表示特指，它就是一个幼儿园呐。医院东边是一个幼儿园，不是其他的，可能就没有超市了。哎，也没有那个学校了，就只有一个幼儿园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我们用是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接着看下一个，没有下一个了。是字句的练习，下一个是是字句的练习，说一说吧。第一个，看一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，读一读。好，没问题。8大奇迹，兵马俑。是世界之一。哎，看到是先把它拎出来放在那儿呗，反正它不可能在开头，也不会在结尾，对不对？就把它放那儿，往里边添东西。说一说主语是什么？哎，是后边又是什么？分析一下。我们看到了兵马俑，又看到了什么呀？哎，看到了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说这个兵马俑啊，它是什么？哎，它是个奇迹。什么奇迹？世界8大奇迹。说到8大，那它只是一个，对不对？那就是8大奇迹之一。所以呀，这个考的就是 A 和 B 是一样的，说的是一回事儿。兵马俑它就是世界8大奇迹之一。世界8大奇迹之一呀，它就是有一个，它就是什么呀？是兵马俑。所以第一个其实不难啊，兵马俑是世界8大奇迹之一。但是这个之一的用法，大家也要用也要学会。几大奇迹什么什么之一，几个里边的一个。看完了第一个，再看第二个。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读一读选项。是保护环境，为了禁止吸烟。找到什么了？看到好朋友，为了和是，对不对啊？刚刚说了是为了，要记住表示原因的啊。那这个题其实就是考你什么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小句型。答案呢？禁止吸烟和保护环境，哪个是原因？哎，为了保护环境，因为我要保护环境，所以我不让你吸烟，对不对？禁止吸烟是为了保护环境。好，我们再看第3个练习。一辆是马路，救护车对面。不管3、7、21，先把怎么样？先把是拎出来，还剩几个？还剩4个。看到一辆，找到了量词，然后你找什么？当然要找名词了。一辆救护车，对吧？又看到对面，表示的是方向，所以呀，这道题考你的就是存在，对不对？一个地方，它的方向，哎，有什么？存在什么呢？马路对面存在什么？存在一辆救护车。对，马路对面是一辆救护车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其实不太难，是不是？轻轻松松的就听完了我们的课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字句和有字句都不是特别的难，大家一定要掌握。说到是，要记住最重要的还有什么？要记住一个小表达，是为了，对不对？说到有呢，哎，有什么？一个地方有什么？还可以表示估计，还可以呢？对，还可以表示变化，很好。今天的课呢，就先上到这里啦，祝大家考试顺利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